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來到原來如此。今天我們繼續來和大家分享你該死嗎？英年早逝與早死早脫生。上期節目我們分享了北國以色列亞哈王的故事。本來一個惡貫滿盈的人，卻因着他的悔改，神原諒了他。這是很多人都不能夠接受的事情。所以就有人說亞哈王不是真心悔改，只是我們的神是非常有憐憫的神，所以原諒他。你看最後亞哈不還是死得很慘嗎？而事實上並不是這個道理。神是那麼容易欺哄的嗎？亞哈是不是真心悔改，神看不出來嗎？亞哈的確是真心悔改，然而悔改這種事情不是一次性的。曾經有一個傳道人去請教另一位比自己更加資深的傳道人，說自己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進步了，卻一直找不到原因。那位更資深的傳道人就問他，你上一次在神面前悔改是什麼時候？他回答，大約是3年前。那位更資深的傳道人說，這就是你不進步的原因。所以基督徒的悔改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需要你一生都要持續不斷進行的一個動作。亞哈王只有那麼一次悔改，而悔改之後又放鬆了，所以變回了原來的自己。最終的結局是很悲慘的。而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說另一個故事。不過這個故事帶給我們的思考更為深刻。亞哈王也算是英年早逝，可是隨便他早死晚死，可能都沒有辦法脫生。抱歉，作為基督徒，我們不應該用這種異教的詞彙，但是我們的文化印記是這樣的。脫生在佛教中是指投胎轉世的意思。我們知道投胎轉世這種事情是不存在的，人指望死後脫生那是沒有意義的。但是在今世能不能重生卻是重要的，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把脫生理解為重生。亞哈王早死晚死，他都沒機會重生了。但是西西家卻不一樣，西西家是南國猶大繼大衛王之後最敬虔、最屬靈的一個君王，沒有之一。在猶大列王中無人能及。他敬畏上帝，拆除偶像，鏟除邱壇，重修聖殿，恢復猶太人守節。在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，猶太人只要能夠保持守節的那些年代，一般來說日子都過得相對比較好。而一旦當他們不再守節了，情況就會急轉直下。西西家成功帶領百姓歸向耶和華，以上所提到的他所做的那些事情，歷代君王中哪怕只做了一條，在猶大國的歷史上都能夠稱得上是一個好王了。而西西家一個人就做了這麼多，所以在南國猶大的歷史上，西西家的執政時期也是國家最強盛最繁榮的時期。然而就在西西家39歲那一年，也是西西家做王的第14年，出事了。這一年西西家生病了，而且不是一般的病，聖經記載呢是一種毒瘡，嚴重到西西家病得要死了。作為一個從小敬畏耶和華猶大列王中最敬虔的一個王，39歲就遇到這樣的事情，真的是很讓人難過。西西家統治時期，北國以色列已經滅亡了。北國以色列被強大的亞述帝國所滅，而亞述不滿足於只吞併北國，對於南國猶大，亞述同樣是虎視眈眈。面對強大的亞述帝國，西西家專心地仰望耶和華，並且成功地挫敗了亞述的侵略。聖經記載，猶大國不費一兵一卒，
是神親自出手，在一夜之間殺掉了亞述大軍185000人，這是何等的神蹟呀！可就是這樣一個敬虔的王，39歲那一年要死了。病中的西西家那是傷心欲絕，面對死亡，西西家哭的那是鼻涕眼淚。而這個時候，神已經明確地告訴西西家，我現在要對你的繼任者交代後續的事情了，你已經到了該死的時候了。意思就是該放手就放手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可是西西家豈能就這麼甘心呢？西西家向神禱告說，我這麼一個誠心愛主的人，我所做的這些事情你都看在眼裡，你得記得這些事情啊。言外之意就是你看我做了這么多的事情，我年紀輕輕的就這麼讓我死了，你這也不夠道義啊。其實現在看來，這就是對神的情感勒索，或者說跟神講條件，討價還價。當然很多人對這一段呢有更屬靈的解讀，說這並不是西西家对神的埋怨，而是面對死亡，西西家依然表現出對神的依賴，還是專心的向耶和华禱告。然而禱告的目的還不就是想繼續活下去嗎？不管怎麼說，最後神醫治了西西家，並且給西西家增加了15年的壽命。可就是在這15年的時間裡，南國猶大的命運徹底的改變了。從前飛揚跋扈的亞述帝國，正在同他們的最頂峰開始要走下坡路，而一個更強大、更邪惡的帝國巴比倫正在冉冉升起。從前當遇到外敵的時候，西西家都是禱告尋求神，而現在西西家覺得與周邊的國家結盟或許也是一種很好的辦法，所以西西家更傾向與巴比倫、埃及結盟，這樣就能夠更好的與亞述制衡。聽起來這個方式是不錯。為了讓巴比倫相信猶大也是很有實力的，西西家把自己的寶庫大門打開，所有的金銀財寶、戰略物資、各樣兵器給巴比倫那是看了個精光。古人云，財不露白，富不露相，言不露形，做人還是低調一點比較好。周邊鄰國都是虎視眈眈，這種四圍都是強敵的環境中，謹言慎行，韜光養晦，這才是真正的處世之道。結果西西家把這些都忘了。然而這還不是最可悲的，更可悲的是，當先知以賽亞告訴西西家，你這是幹了一件糊塗事，你的後代將為此遭受滅頂之災的時候，西西家竟然回答，我活着的時候不是沒事嗎？這不是很好嗎？這不僅讓人想起那句我們熟悉的話，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。如果一個王竟然只顧着自己活着的時候逍遙快活，不管他死後将要發生什麼，可想而知，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事實上，當我們回過頭來反思一下，西西家39歲那一年生病的時候，神已經明確地告訴他，你要死了，而西西家卻向神求，希望求得神的醫治。最後的結果我們看到了，西西家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離棄神的。西西家不再向神禱告了，面對國中的各項事務決策全憑自己的意思。而最後先知以賽亞帶來神宣判的時候，西西家已經是一個浑浑噩噩的糊塗人了。如果39歲那一年，當神宣判西西家将要死的時候，西西家能夠完完全全的順服神，對神說，我自己已經準備好了，求神接受我的靈魂吧，
那麼是不是一個名垂千古的好王就會永遠地留在猶太人的歷史中呢？而不會留下一個晚節不保的遺憾呢？有人說，西西家的兒子馬拿西不也是一個壞王嗎？而且是南國猶大歷史上最壞的一個王。而馬拿西不僅壞，還是以色列南北國時期所有的眾王中做王最久的一個王。正是西西家的兒子馬拿西做王的這55年的時間裡，徹底把南国猶大的百姓帶入了深淵，以至於最後南國猶大無法挽回滅國的命運。可是大家想一想，馬拿西做王的时候只有12歲，西西家39岁那一年被神医治，增添了15年的寿命。也就是说，西西家42歲那一年生下的馬拿西。而眾所周知，馬拿西人生最後的這15年是離棄神的。也就是說，如果當年西西家死了，就不會生下馬拿西。所以接續馬拿西做王的則會是另外一個人。作為那麼敬虔的一個王，怎麼可能在自己的後代中分不清哪個孩子比較屬靈呢？而最終選擇馬拿西做王，足以證明當時的西西家已經是一個昏庸無道的人了，竟然看不出西西家是一個敗家子。所以这麼來看，西西家被神醫治真的是好事嗎？或者是說，西西家如果英年早逝，真的是一件壞事嗎？所以今天當我們遇到一個很屬靈、很敬虔的基督徒英年早逝的時候，不要一味地覺得神怎麼就這麼殘忍，不明白神為什麼就不醫治他呢？或許早早的去見神真的是一件好事。當然，我們並不是說所有的英年早逝都是一件好事，起碼當我們看到聖經這兩段故事的時候，我們會發現，當神審判亞哈死刑的時候，亞哈即便英年早逝，也不是早死早脫生，因為亞哈已經是壞事做絕，本就該死。但是亞哈得到了神的原諒，然而最終的結局是亞哈自己把自己給作死了。所以對於這樣的人來說，什麼時候死結局都是一樣的。而西西家似乎不一樣，當神宣判了西西家必死的時候，如果西西家順服了神，西西家雖然算是英年早逝，卻也是早死早脫生。然而西西家不想死，卻落得了一個晚節不保的結局。所以西西家39歲那一年該死嗎？這真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。人在世的時候能夠敬虔，真的是一件蒙福的事情。而今天人們往往覺得人在地上財富再多一點，壽命再長一些，這才是祝福。其實能夠保持屬靈的洞見，這才是最大的祝福。然而我們看到，能夠保持屬靈的警醒，這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。很多人會因為財務自由了就放飛自我，逐漸的遠離了神。也有人覺得自己做了太久的基督徒，該領受的都領受了，該經歷的也都經歷了，因此就不再那麼追求了。所以這樣的人活得越久，實際上卻是越危險的。能夠聽到神的聲音是一件蒙福的事情，而聽到了還會去順服神，按照神的指引去行，那才是你得救的關鍵。死亡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死後去哪裡，可怕的是你在不該死的时候自己作死，可怕的是你在該死的时候又不想死。求神憐悯，讓我們明白我們為什麼而活，又為什麼而死。原來如此，我們下期見。